这个不能讲，我们私底下知道就好了。真正开始有在想说认真经营 YouTube， 大概是2019年的9月。在所有的苹果产品里面，对你最喜欢的是现在呢，我们这些 YouTuber 到底是竞争对手呢，还是我们是？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苹果爹。我们今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贵宾来到我的工作室，那很开心邀请他来，因为很多人应该都已经知道他是谁。如果有看我的频道，应该就一定有看过他的频道。他就是阿康嚼舌根的阿康。大家平安，我是阿康。有没有听到这个声音觉得很熟悉？我刚其实有在现场，他第一次开始录影讲话的时候，我就觉得哇，好特别。我听他讲那句话出来，觉得以前都是在荧幕上听到你的声音，然后这次坐在你旁边听到你说，这是一个蛮特别的感觉。好，那我们刚其实有一起去吃饭啊，跟苹果妹，我们就大家其实已经聊了很久。其实我们聊很多关于我们做频道的一些心得啊，做 YouTube 的一些感想。我也从他那边得到非常多，就是我觉得很好的一个经验。然后他也跟我分享非常多，一不小心就聊很久，然后已经快要没有时间拍片这样子，所以我们非常多话题可以聊。那今天特别他来，他刚有跟我一起拍一片，希望大家去订阅他的频道，然后要去看那支影片。那今天我有想一些问题，就是想要问阿康，可能有一点关于苹果，有一点不一定关于苹果，然后我觉得应该对大家都会蛮有帮助的。阿康刚有跟我聊到说，他是2019年1月开始拍片。其实认真讲，2019年是我乱丢影片，真正开始有在想说认真经营 YouTube， 大概是2019年的9月，就是 iPhone 11刚出来那一阵子。哇！我大概是就是 iPhone 11那一阵子才破1000订阅才开始盈利。我想问的就是说，在这一年的话，走过这一个1年多之后，到成长到现在这个程度，基本上也是一个全职的工作。对，全职工作。对，我觉得这个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，可以说在1年之内做到这个程度，变成一个全职的工作，对很多可能现在在荧幕前面在看的人，或是对这一行有兴趣的人，听听看阿康有什么想法，在这一年的心路历程。我先讲好处好了。好处就是时间很自由，像我现在就是我特地排了3天上来，就是台北，我想要拍一些东西啊，然后拜访朋友，来找苹果爹聊天，时间是很自由的，这是我觉得当全职 YouTuber 最大的一个好处。那再来还有一个重点，一个好处很现实，就是收入嘛，算是已经有不错的程度。还有一个最大的重点是，很多厂商会给你摸新东西哦。当然很多人会觉得说，可能阿康频道最近有点多业配，可是我必须跟大家讲。如果这个产品它会出现在我频道，觉得是我已经先摸过，我觉得 OK 我才拍。真的。那我相信苹果爹一定也是这样。我们刚刚其实有讨论过非常多啦。其实真的要来讲的话，苹果周边产品太多了，来邀约的量是很大的。其实都是有经过过滤再过滤，然后更何况我们都会先试过，先试验过，觉得说通过这一关之后，才会愿意去介绍给大家这样子。会出现在频道，就代表说这个东西它算是 OK 的，所以可能大家会觉得说，为什么我有业配出现啊？但是我讲一个现实啊。今天有一个新东西让你摸，让你体验，这个东西也不错，那你又有钱赚，为什么不拍呢？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当 YouTuber 最大的好处，就是在这里。但是缺点其实上述讲的优点都是一体两面的比方说时间很自由啊，你想什么时候上班，你没有固定的上班时间，其实就代表你没有固定的下班时间。没错，真的是，就是你的时间会被绑的，我觉得是心理层面啊。当然，面对酸民是一种心理层面，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心理层面，是你想要把东西做好，可能你在睡觉啊，还是你在看很多事情，或者说你在做一些娱乐的时候，你都会想说，我这支片，我下一个片段我要怎么剪？脑子里面都是影片的东西，你已经没办法过去说，我今天上班族嘛，我下班我就下班，老板 call 我就是不接，不行，你影片已经在你脑海里面了。那再来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，时间自由以外，再来你自己其实人都一定有惰性，我就会把自己搞得很晚，身体很差，然后中午再起床，整个作息是很不正常的。所以我必须很坦白讲，虽然说过去1整年有赚到一点钱，甚至说时间也比较自由，有摸很多新东西，但是缺点是我觉得我身体健康状况是有比较往下，但是不鼓励啊，因为其实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这样，这是我自己做事的风格。但是我觉得优点跟缺点是很明确的，但是有一个东西，我觉得它既是优点又是缺点，这个东西叫做坚持。如果你想要拍影片还是干嘛，我觉得这个很重要，因为像苹果爹一样，坚持可能就是你一定要固定的时间去发影片，不是说固定礼拜1、礼拜2、礼拜3，就是你必须1个礼拜，可能就是要让观众知道说你有在做事，你还活着，你还活着，对，就是你为什么大家会想要看 YouTube 的东西，就是他想要得知新的资讯嘛。对。那如果这个东西好，假设说这个网站
站它本来就已经没有在更新了，那它今天丢的东西你也不会想要去看，没错。所以就变成说，当 YouTube 的人他一定要一直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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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直拍。我觉得这很困难，就是你这个坚持很困难。所以说好处是你可能会让你专心的在做一件事情，但是缺点就是很累，会有疲乏感。就像我也必须很客观老实讲啊，以前可能拿到一只新 iPhone， 我会很兴奋，说哇天哪，我要买一只新 iPhone。但是现在就iPhone 12。对。真的会有一点对这种新科技产品的这种新奇感有一点点被消磨掉了。可是就是又要让自己觉得，我必须要站在一般观众的角度去思考，说为什么我要买iPhone 12，还是为什么我要买什么产品？因为毕竟大部分的正常人可能就是2-3年换一只手机，这是正常的流程。我自己先前也是这样子，说真的。对。但是你说这个是我其实也是一个缺点，就是你很难去保持说当时你刚摸到这个产品的新鲜感。所以我觉得做科技，像我们这种科技类的，就是有时候会碰到这种，有点像你刚刚讲那个业配的问题。其实我觉得不要讲我们自己好了，讲我们看的人好了。比如说我先前要买一台除湿机，对，那我常在看谁，比如说老爸，不管你今天喜欢谁，你信任到他讲出来的话，对，我的看法是他帮我去过滤掉一些东西，对，那所以他说，这一台除湿机，他觉得真的好，对我而言就是省我的时间，我不用再去花好几个小时去研究，对，那我就是买那一台，那买来我也很满意。对，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这个就是有没有业配我不知道，问题是这个重要吗？重点是他有没有看到产品的资讯？我觉得产品的资讯，那他是不是真心的去比较过什么，去摸过不一样的东西再推荐出来？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。观众对我们的一个信任，然后我们觉得我们要测试很多产品。对，大家可能会觉得说，荧幕一支影片可能10分钟，对，但说真的，镜头之下可能都花了可能10天都有可能。对，那你可能比较过有很多不一样的产品，那个又是另外一个时间，收信什么什么测试什么，对，这些都是看不到那个部分又赚不到钱，可是又必须要去做，才能去过滤掉一些不好的东西。他们有他们需要，我们有我们的需要，那我们只要会过滤掉的话，我觉得都是合理。那一方面也是厂商也是会做，我觉得也会做出更好的东西啦。如果有一些可能觉得说我们很诚实的回答说，我觉得这边可以再好一点。对，我说这个问题可能不太适合，那我觉得这也是大家互相进步的一个方式。对，我一直都跟大家讲，我觉得这算是一个3方都受益的东西。厂商得到好的曝光，对，那我们有赚到一点钱，甚至说有玩到新东西。再来就是消费者他可以有更多的资讯去选择产品。没错，我必须很客观老实讲，观众应该都是聪明，他会辨别说你讲的东西是物理上还是真的，它真的就是这么好。因为有些产品它的好处是主观的感受。当然，有些产品的好处，它就是物理上，它就是这个好。对，我觉得观众应该都是有能力去分辨的，所以整体算起来啦，厂商得到好处，我们得到好处，观众也得到好处，这是一个优良的循环，也会让好的商品继续生存下来。对，某方面来讲，就是一个正向的循环。甚至有些厂商会参与你的意见，说，你觉得我们这个产品怎么设计会比较好？观众可能会喜欢哪些点啊？那厂商会可能针对你的意见去做一点修改，你就会觉得好像你也融入在里面。这是我觉得过去1整年我自己最大的收获。OK， 好，那下一个问题我想问的就是说，在所有的苹果产品里面，对，有你会使用到或是你想要有的，你最喜欢的是现在呢？现在吗？现在我2020最喜欢的产品是 AirPods Pro。我以前就是 AirPods， 甚至说主动式降噪耳机用的不是那么多。对 ，AirPods Pro， 我们先不讲它这个产品价格还是什么性价比好不好。基本上它就是一个改变过去大家用无线蓝牙耳机生活的心态，因为现在变成说大家好像挑无线蓝牙耳机一定要有 ANC 这个东西，就是好像说你今天做一个耳机你没有 ANC， 好像又少一点什么，一个新的标准出来。对，这是我觉得可能过去 AirPods Pro 对我的感受是比较好的。像 iPhone 12，你就觉得iPhone 11变到 iPhone 12，它就是那样。对 ，Apple Watch 5变 Apple Watch 6啊，它就是那样。对。那还有一个最大的改动就是 M1 的 MacBook Air， 我刚才也聊很多，对，就是 M1 的 MacBook Air 真的是让大家要剪片不再是那么的困难。对，因为过去我们只要想到要剪影片，可能我们都要不要说好几10万啊，至少5、6万、7、8万是跑不掉的。基本真的就是一台不错的电脑，可能不太够，对，还会剪到那种发热啊，风扇狂转，对。对，所以我觉得 M1 的 MacBook Air 目前用起来，它就3万多块，可是用的这么顺，我觉得算是一个
目前我很喜欢的一个产品。真的完全也同意。对，然后 AirPods Pro 那种，我也觉得真的是一个，我觉得应该从 AirPods 系列出来就是一个改变整个一个新标准，因为以前你可能会没有那么多无线蓝牙耳机可以去挑。对。那虽然说苹果的当时 AirPods 被骂 ，AirPods Pro 被骂，甚至现在的 AirPods Max 也被骂。对。但我觉得苹果至少它会扮演一个先驱者，就是吸引其他厂商进来做。当然。我觉得有一些竞争是好的，对，因为苹果它可能它的产品不是最完美，或者是它的价格有点盘之类的，但是它会吸引很多厂商愿意进来去做更有效率的东西，让消费者去选择，所以我们才能选到更多的比较便宜啊、比较好用啊，没错，更有改进缺点的产品。而且苹果有时候跳进来做一个东西，老实说，或许它音质什么什么等等不是最好，问题是它结合它的一些新的功能、科技生态链里面，让这个。应该说，这个产品的这个区块受到更多人的重视，对，那有更多厂商投资进来，因为现在买的人变多了，对，那别人就会想，AirPods 或许不是那么好，我觉得音质不够好，那我就去选择别的牌子，去测试这样子。我觉得等于把饼再做得更大。对。其实我跟苹果就一直在讨论啊，就是我们这些 YouTuber 到底是竞争对手呢，还是我们是伙伴的一个概念？其实我个人认为应该算是伙伴啊，对，可以把这个产业变得更大。那 YouTube 可能会觉得说，在做这个东西的人比较多了，观众也比较多了。就会把资源一起加进来，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应该是一个伙伴的关系，而不是那种竞争对手的关系。当然，对，我也是这样想，不然就不会应该不会在这里。对呀，没错。像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，当然你刚刚也问过我，那其实这个我本来也是想问你，在今年这一年的话，对，或者是你现在所知道，再来2年，苹果可能出的产品，可能最期待的是哪一个？我必须讲，个人最期待的绝对是 Apple Car， 但是它可能2年不会出来。那还有一个重点是，可能也买不起，但是就是想看它可以做到什么样的程度。那再来还有一个地方就是，我有戴眼镜嘛，Apple Glasses， 我们刚才那支影片也有讨论过了。因为我是一个要戴眼镜的人，所以它也是我很期待一个产品。再来，我可能会希望它在 Apple Watch 上面有更好的感动啊，对，因为 Apple Watch 它必须，其实大家很多人在诟病哦。虽然我们一般人在使用，可能觉得1天的电量很足够了，但是那毕竟是我们，我就其实知道蛮多朋友，他可能觉得1天不够，真的是这样，所以他就选择什么。例如 Garmin 啊，还有小米，甚至连小米手环也 OK。他们就因为他们最大的需求是电量。很多我推荐 Apple Watch 的人，第一个问就是多久要充一次电？对，那当一知道之后就算了。对，真的这个真的是没错。所以我很期待说，可能苹果未来的1-2年，或者说不要讲1-2年，我2-3年我也愿意等它。就是它至少可以让 Apple Watch 的电量可以多，让你不要多那个10%、15%，那个真的没有感。对。要多就是多个1天2天，那个才有感。而且其实我必须坦白讲，应该做这种有在摸科技产品的人，看到电量在往下是一件很紧张的事情。对，真的是这样子。我刚才拍一支，在你来之前拍一支 iPhone 12 mini 的影片。对，那我觉得唯一让我不去用它就是续航力。有时候看它电量只剩20%，我也这么觉得，我就紧张，你知道吗？真的不行。虽然说它可能30-40%其实还是够用，但就是会。就是开始觉得说，哎呦，怎么办？所以这是我希望啦，就是 Apple Watch 可以再做一个改动。如果说明年 Apple Watch 7它就是长得跟 Apple Watch 6完全一模一样，但电量可以提升个1-2天，我可以跟大家讲，我觉得一定会卖爆。真的，你只要说4天不用充电或什么之类的，我觉得那个就够了，那个就会卖爆。对。虽然说其实使用起来1天1充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难处，但是就是会希望它可以有一个这样子的进步，会吸引更多人跳进来。因为我觉得我的观念是希望说把饼做大，人进来自然而然就有什么新的突破、新的东西。因为说真的 ，Apple Watch 我觉得可能近2年也没有很太大的突破。对。但是当饼变大很多人进来之后，那个机会就会比较大。没错，那你看起来的话，市面上像你朋友他们选择其他的，那你看起来的话，你觉得说他们之间的差距是？我觉得我必须讲哦，如果你本身运动的话，我看到的有在跑一些三铁啊、马拉松的人，他们一定是选 Garmin， 他们觉得 Apple Watch 是个小垃圾。OK。但是甚至很多人他就是价格取向，那个没有办法，就是选小米手环。对。以 Apple Watch 我觉得它是一个比较生活化，苹果它就是把它定位在一个健康医疗上面的功能。以大众来讲，可能 Apple Watch 它是比较好。对。但前提你还是要 iPhone 啊，虽然有一个新的家庭共享功能。对我们而言，我们都觉得说，怎么会没有 iPhone？ 你没有 iPhone？
可是其实不是这样子。对，虽然说现在有一个家庭共享，可是那个还是没有比你直接拿一只 iPhone 来还要来的好用。没错。我自己用起来我个人是很喜欢它，没有错。那我自己也觉得一天还 OK， 但是对于如果想要把这个市场做大，把它这个功能性做得更好的话，我觉得电量的提升可能是苹果下一步要去考量到的事情。不然你说真的就讲跑三铁还是跑马拉松这件事情来讲好了，大家就担心它电量不够。像我朋友在跑三铁，他一定是直接放弃。对，没错，就直接放弃了，就真的是不够啊，就不够。尤其是你要单带着它，又有要使用它的 LTE 跟这些的时候，对，它的电烧的之快，对，没错。对，好，那下一个问题就是可能也是关于未来啦，就是说以你现在做科技 YouTuber， 应该也是1年多一点点而已的时间。对。那你觉得在新的1年，如果说现在有人也想做这一类，或者想跳进来的话，对，有什么建议？就是说他应该怎么开始，或者说现在的市场，你对现在这个区块的看法是什么？我觉得怎么开始其实不是一个最重要的。我那时候在拍，为什么我那时候第一支影片丢到是1月丢了，但是后来就是隔几个月都一直这样丢。对，因为那时候我就是想太多了。我就是一直想说我要怎么开始，我要怎么把东西做好，但是其实不是。我觉得最大的重点是你要先开始了，你才知道你哪里要去改进。真的，就像我的改变你看得见。真的是这样子，就是让观众觉得说，你是一个慢慢有在成长的人。我觉得好像做任何事情应该都要抱持着这个态度，就是你先做了，你才知道哪里开始改。不然说真的，你想了很多的东西，但是你做下去发现，完全不是这样啊，那不是代表说你之前想的都白想。对，所以我会觉得如果真的你想要开始拍影片还是怎么样，没关系，就是先拍了，没错，先拍，先丢上去，去参考。我不去讲一定应该多少个只要拍 YouTube 的人一定有做过这件事情，就是参考你自己喜欢的人，他可能怎么剪片，对，他可能怎么做流程，一定，他可能怎么去做，就之类任何东西，就是先参考，对，边做边参考边修正，然后再去做成自己的东西，这是我觉得的根本对，而不是先不要想说我什么时候才要开始，我必须要做到怎么样我才愿意开始，不要去想说等我买了什么相机我就开始，等我买了什么电脑我就开始，我完全同意你的讲法，真的是这样子。对，其实现在很方便就是一直 iPhone 12拿起来拍就好。对啊，不一定 iPhone 12啦，不一定 iPhone 12，其实 iPhone 拿起来拍就好。你可能7都可以。我以前的影片其实一开始就是 iPhone 7开始拍的。YouTube 这个市场有点就是别人就算看到你是 iPhone 拍出来的，他也觉得 OK， 就觉得他 OK， content 是他觉得有趣或觉得有兴趣，他并不在意你用。一个最大的例子就是，反正我很闲嘛，对 ，iPhone 拍的而已啊。没错，真的就是创意或是开始做就有。对，必须要先开始做才会。还有最大的重点是要坚持啊，因为就像我刚才提到的，反正我很闲，他也是坚持了很久才有被看到。真的是这样。那如果他可能前几支影片他就放弃了，就没有现在这个程度。没错，这个概念是完全可以套用在任何事情上面，做任何事情，任何有兴趣投资什么上面，很多人都会一直去想说我要怎么开始。去上很多怎么开始的课，对，去看很多怎么开始的影片，对。可是他从来没有开始，对，然后白想。10年之后，他还在我该怎么开始？先冲了再说。没错，然后慢慢去调整、修正，就会找到自己的方向。因为说真的今天影片拍不好也不会怎么样啊。对啊，你就被骂，你就学我戴口罩啊，如果怕丢脸。好，那今天很谢谢有机会能跟阿康一起拍片，我们讲了很久，然后今天终于有时间一起拍片，那我也。很感谢他愿意过来，然后跟我一起合拍，然后我们有机会聊了非常多苹果的东西。那我相信再来一定有非常多机会再拍很多片。我一定会很喜欢来，因为苹果爹这里真的很多新东西，我会很喜欢。那我也很希望再来有更多的事情可以一起分享啊，然后有什么新设备或你有什么新设备，我们大家都可以一起讨论。我觉得应该会激出更多更好的火花，然后让这个圈有更多更好的内容。谢谢阿康今天来我们的频道。OK， 好，那我是苹果爹，我是阿康，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喽，拜拜。